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严品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苏秦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面临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没有领结婚证，在结婚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大的矛盾。生活当中呢，他对我不关心，也存在欺骗的行为，机会呢也给过他很多次。他们家人呢也从来没把我当一家人，就种种的矛盾啊，就让我挺寒心的。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组呢，就希望能够听听各位导师的意见，让我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能够走下去才是最好的。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周先生31岁，来自江西，服装管理，有请。王女士27岁，来自贵州，服装设计，有请。主持人好，各位导师好。欢迎两位哈，是为领证这个事儿来的是吗？哪些因素阻碍了你去领结婚证呢？他的父母是一方面原因，还有就是我们的感情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危机。好嘛，就是我们也是。他也要说，你买过吗18年买过一次， 2年前，2年前还好吧？我是这样的，是买之前2、3天是吵架的，吵架我就抱怨他不给我准备礼物啊什么的，后面他就买了那么一次。不是还是买了吗？你得激励他呀。买的啥还记得吗？巧克力加口红那种，就是一个礼盒吧。说到这个礼物，我就想到一件事特别印象深刻，我送给他的衣服，他也很喜欢，买的就穿了就走了，就不舍不得脱下来的。完了几天以后，我外出了回来以后，我就看到他衣服就不见了。就问他，他就说那衣服就跟他亲哥哥就换了。气愤的点就是在我送给你的，你也喜欢的，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东西，他就没有跟我说，或者说怎样的，任何都没有，就换了。我就觉得我送给你的心意，你就这么轻易的就不放在心上，对，怎么把我的一片心送给了别人？然后因为这件事儿的话，一直争了走了个200、300米，一直争在广场上。争着可能言语有点激烈了，他还要推上我，就把我给推倒了都。现在演变成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从什么时候开始？18年以后开始，就那个时候吵得比较厉害，然后就我抱怨的比较严重，他才会就18年买了那一次巧克力跟那个口红。然后从18年开始愿意在外面跟人喝酒了，是吧？就慢慢就多了，次数就多了，一直到今年。就是不太愿意回来了。
双方家人的关系怎么样？我家人对他是很好的，当亲儿子一样的。至于他家人对我，要么让他自己说，要么我自己说也可以。要不然你说吧。他爸有肺结核，传染性的嘛，就是医生嘱咐家里面卫生要搞好。他爸爸就家里面吐那个痰，克制不了还是故意的，我也不太懂。就家人一直反复在说，他妈妈也在说，我从来没说过，虽然我心里一直忍着哈，我看到我就去收拾。有一天就比较恶劣的，我就提了一下，他爸爸就凶我了，就跟我争吵起来了。争吵的有几分钟，然后他在那儿也没为他爸说话，也没为我，就说不要再说了。我2个人都说，我说都不要说了。他爸爸就说了，我们家你爱来就来啊，你要不想来，你要现在走也没人拉着你，就这样说，我一下子就崩溃了。跟未来的公公是有冲突的，是吧？就是很多人都说，还有他嫂子也说什么的，他就没怎么吵，就我说了一句，我知道心里也忍了好久，我就说了一句，提了一下，他就跟我吵了。还有别的吗？反正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对我都挺不上心的。那你们现在有自己的房子了吗？现在暂时还没有。在哪儿生活呢？在浙江。你是不是觉得他反正都这样了，他也跑不了啊？对对对，他就是有这种心理，因为吵过，我之前也说过，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他。你们家人是不是会觉得说，反正都这样了，你也跑不了啊？没有。那为什么没有行动呢？大概女生最委屈的就在于没有行动嘛。一等了这么多年了，就为什么不行动呢？就是我父母嘛。不是，你不要老推给你父母嘛，就是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我自己的态度，我是想娶她的。行，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女朋友想要的是什么？就她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她想要一个家，完整的家。现在就是由于我的原因嘛。你啥原因嘛？就是有时候工作的压力大了，我那个朋友那些酒局，然后最近几年吧，就是去的比较多，次数比较多一点。也就是说，你这2年应酬多了，对她的关心少了，是这意思吗？她还要什么呢？她还要给她买礼物这些，但是我没有时间。我不是说要你经常性的买，不是说生日啊，或者说代表性的1年有个1、2个我就满足了。因为生日他那过节这些我都给他发红包。哎，你不怕他跑了吗？怕？没觉得你怕呀？可能我这个人不太爱说话嘛。不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感觉你害怕呀。如果你真害怕这个人跑了，他说你别去喝酒了啊，你会减少应酬，对不对？如果你真害怕的话，常理来想的话，我需要礼物，你好歹会，哪怕是应付你也会买呀。你真害怕一个人跑，他提出的一些要求，你至少是要给予满足的，但是没有感觉到你在满足他的要求啊。没有，我从10月份我跟他保证过以后不去，我从10月份以后再也没去过。是指2020年的10月是吗？这也没几个月，这不叫改呀。那以后我对着自己说，我说以后酒局方面的话，我觉得朋友那些酒局我就不会坚决不会去。你信吗？所以你能明确的说出来你要什么吗？他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在乎。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词儿，叫关心，对吧？感受不到了，对吗？你看，女生要的其实并不多，女生要的是你的关心给的不够。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女生心里面一个重大的一个结，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我没有受到来自于你家人的尊重，而这个不尊重的背后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没有婚姻的关系，而没有婚姻的关系是我不愿意被你裹挟着，我是希望这个感情到了才结婚。如果感情没有到，我跟你结婚，我还不要这个婚姻，是吧？所以他的矛盾心理恰恰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又希望有一个名分，同时经过了8年的这种接触，经历那么多事儿，他又感觉到好像这个男人真的我跟他走进婚姻还有点靠不住。所以这个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全场我都感觉到男生特别的冷漠，你所做的一桩桩一件件，让我感觉这个家一点都感受不到你的温暖。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相处时间太久了，你已经觉得这份情感似乎没了味道，所以开始打牌啊，不回家啊，礼物也不送啊。你知道为什么你家人不尊重你的女朋友吗？你知道为什么你母亲听到说邻居说你们摆个婚宴吧，她转头就走吗？
是因为你不尊重这个女生，在你心里这个女生的分量没有那么重，所以你的家人更不看重了。感情不是拿来让我们这样放在那儿就会日久生情，永远不会褪色的，是一定要努力的，是要经营的，是要付出的。所以我觉得男生一点都不上进，一点都没有心。无心的生活，无心的情感怎么继续呢？我觉得也就是他啊，还挺看重你的，还在那儿哭哭啼啼的说希望你能改变。可能换成别的女孩，8年的青春啊，早走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找不回自己这颗想要给这个家、这个女生温暖的那种感受，那我拜托你自己走吧。女生，我其实也不知道你在留恋她什么，你从上场就忍不住在哭，但当你后来一直哭得泣不成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女生挺难的。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你越来越难割舍，那毕竟是8年的青春。但是你想想身边这个男人能给你带来什么？从你的所有的话当中，我听不到你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了。我不知道你最后心里是怎么做决定啊？似乎你哭成这样也并不愿意离开他，但如果真的做了决定，我不离开他，那你自己要调整，不能因为他的心冷了，你也冷下去，那你俩就彻底冷到冰窟窿里了，俩人都冻死了。你先暖起来，你去试着温暖他那颗心，试着发挥你自己的光和热。如果你说对不起，我很累了，8年了，我真的没劲儿了，那你可以走，一切都在你的心，在你的选择。你只要选择了，生活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好吗？冷静下来吧。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苏老师。其实我刚才在2个人上台的时候，我光看外形、看气质、看表达，我会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的优秀，比这个男生要优秀多了。觉得你很漂亮，外形很出众，而且我注意到你的学历也比她更高。所以这个女孩其实现在所有的怨气透露出一种浓浓的不甘心。我当时那么优秀，那么漂亮，我跟了你，可是8年下来，你对我忽略，然后对我不闻不问，甚至连你们的家人也对我开始越来越不尊重。这个女孩子她所有的怨气就在于这3个字，就是不甘心。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男生他不爱你啊，也不是说他内心对你有多么的冷漠啊。我是觉得这个男生他特别代表我们现在时下很普遍的一种男人的现象，就是他只要跟一个女人进入了这种长时间的情感关系之后啊，他就特别把这个女人当家人。这个男人会觉得说，你看我把我所有的工资都给你，你还要什么礼物啊？我不需要给你那么多花哨的仪式感，你只要跟我踏踏实实的像个老婆一样的过就可以了。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他把你当亲人了。但是我特别反对啊，就是进入了稳定关系之后就把对方当亲人。你把对方当亲人，就意味着你不再为这段感情所努力了。因为你会意识到说，亲人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我妈会离开我吗？只要是亲人就不会离开我，我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他们也会在我的身边。只要你把对方当女朋友，当成爱人，你就愿意为他努力，愿意为他付出。但是作为亲人，我们就会犯懒。就算日后她成为了你的老婆，我们也要永远把她当成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给她一些惊喜和需要给她一些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她需要这些。所以在感情当中，我觉得大家就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是好事儿。永远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生命当中永远不会离开的一个人，你就不会再努力了。所以我建议这个男生先别把她当老婆，先当成女朋友，你们俩先用这种真正情侣的这个关系重新开始。实在他要是还是做不到，你该离开就离开。谢谢苏老师啊，来，徐老师。这个婚现在是断然不能结，不是因为房子，也不是因为酒席，更不是因为礼物，是因为2个字儿：态度。男生，你想跟他领证吗？是啊。一点也不想。你的感觉就像是一种施舍。你跟了我7年，我应该给你一张纸了，这是我赐给你的。你打牌、喝酒，不关心他，你在忙什么？心里都在忙什么？心里都在有什么？有他多大点的地方啊？以你这种态度，你和他结婚能给他幸福吗？女生啊，
你一直在哭。女人的眼泪应该哭给谁去看？哭给那个心疼你的人。我们几个坐在这里都觉得你哭得很让我心酸，他呢，熟视无睹。当你的眼泪洒向那根本不在乎、你不懂得爱的人，只会让他觉得你没有用，你软弱。这就是你在他们那个家庭里的位置。为什么说到办酒席，他的母亲转身而去呀？因为你不配呀。为什么他不给你礼物啊？2年只有1个，还不情不愿的，那是因为你们吵架了，对不对？为什么呀？没这个心呐。你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你会有幸福吗？我希望你是独立，而这个独立不仅仅是经济独立，不仅仅是你们自己住，而是你的意识要独立。你让他看看你到底能不能离开他，没有他你到底能不能活，而且能活得更好。只有你做出这样的表现之后，他才会怕，他才会担心你，他才会在乎你，好不好？知道该怎么做了吗？为什么我们都会有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因为人和人之间关系里面的就是付出的东西是很轻而易举可以被反悔的，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人类的智慧决定我们要把它契约化，或者我们要把它固定下来，这叫保障。婚姻它最终保障的是这个东西，就一个人曾经的付出，所以我们垫高他的你反悔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就是不能把别人的不防备当做自己的理所当然。你们现在的状态在很多人那边都有，就是你们2个人的人已经进入了老夫老妻的心理状态，但是关系没有进入老夫老妻的关系。这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节俭化，就结了一个茧，就你们这个关系本来应该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关系的，但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们已经熟成那样了，已经这个关系太长时间了，变成了一个茧。蚕啊，到一定程度就会结茧，结了茧之后，再要推动到下一个关系就非常难。为什么？你要破茧。你要撕破它，你才能够飞出来，才能够变化。而这个变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个驱动力。你们2个人恰恰是少了这个内驱力，通过这个内驱力把这段关系往前驱动。所以你们2个现在所处的状态都是一个原生的。你是一个，你包括你对他好也是个原生的对他好。可能你记得他喜欢吃什么，记得他喜欢什么颜色，生活里面细节能记得，但你就不知道要给人浪漫。他原生的，他没有学过，你也是，你知道我要推进这段关系，但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上这个节目。但现在你们要学习怎么破解。任何人从相识到相爱，从相爱到结婚，从结婚到离婚，它里面都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力量往前进行推动。他要的是这个，就是他没有看到你和你的家人在施展这个力量，你没有去推动破解。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并没有任何人质疑你们2个人内心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内心的善良来看一看对方，他曾经为我付出了多少，那么现在需不需要由我来进行一个巨大的力量，让我们这段关系破茧而出，变成一只蝴蝶。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啊。他要的名分不就是个保障吗？名分是什么保障？既是乡里乡亲的一个名义上的保障，同时也是法律对待情感当中2个人的一种保障。他一个保障都没有，他当然恐惧了。所以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在他眼里全变了。所以先把结婚证领了，先不赌气。其实他要的真的不多，好好琢磨琢磨，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在一起8年了，人家说7年之痒都过了，就是你以后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好好弥补你。别回答，别回答。
来，今天这个出来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女生如果还愿意嫁的话，您就出来，说我这事儿我已经不太着急了，我觉得什么时候成熟了，我看你观察你成熟了，我适合跟你结婚，你可以不用出来。男生特别特别简单，你没有方案你别出来了，你有方案你再出来。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情侣自己是怎么考虑的，请开门。我瞒着家里和他领了证，领证之后在生活中总会出现矛盾，他太自我，好像什么就束缚不了他。可是以前觉得我们两个挺般配的，但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对他越来越失望。我可以什么事情都听他的，但是每次矛盾都是他挑起来的。我这人没有什么性格，他做的一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我的感受。为什么他不能理解我的压力和我的苦楚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陈先生36岁，来自河北职源；李女士33岁，来自河北职源。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再婚对吧？对，再婚。您的儿子现在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是的。你那一段婚姻当中的孩子呢？有吗？我那一段婚姻的孩子跟他妈妈了。说说吧，怎么了？我们两个是在2019年5月份认识的，他第一眼就看着我漂亮就开始追我，我当时对待他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并不想谈，因为我第一次婚姻的那种伤害还没有走出来，是我相处了1个多月以后，紧接着就是孩子生病了，发高烧，高烧不退，在医院住院的情况下，他当时的电话打得特别及时，他就问我你在干什么呢？我说我在医院呢。他说怎么了？你怎么跑医院去了？我说孩子在医院住院呢。放下电话，他第一时间就赶到医院现场，他就替我忙前忙后，楼上楼下那么跑。然后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男生，他感动了我，从哪里能够找到呢？还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这样做。然后危难之时显身手啊！这个我问一句啊，没给孩子他爹打个电话吗？孩子病了，打了不来。所以你看，两相对比。亲爹是冷漠，一个正在追我的一个男人，反而在这个时候帮了我，当然芳心一下就被捕获了。这个理解啊。后来呢？后来我就感觉这样的男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帮我，我就感觉这一生当中我就认定他了，我就想托付给他，我觉得我值得的。草率了。对，然后我就决定和他相处了，然后看他对孩子什么样吧。然后在这相处期间确实是不错，给孩子换衣服、洗衣服。当时孩子还小嘛，还不太会说话呢。多大呀？那时候我俩认识是孩子不到3周，就挺好的呗，就是。对，然后从那以后挺好。他就跟我说咱俩结婚吧。我说这种情况下，我说我结不了婚，因为父母不同意。为啥？他的言行举止是我父母看不上的。哦，一个在你心目当中的英雄，怎么在父母那儿就不成人样了呢？我父母对他是哪种啊？就认为着他好像要学历没学历，要家境没家境，要工作没工作。就是什么都没有，在我父母眼里就是个三无人员。我是没工作啊，我是工作不是他们太好的一个工作。你不是职员吗？那您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当时。而言之，他妈就是嫌弃我这工作挣钱少。不是，您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职员。啥的职员？您这太笼统了。卖车的。您直接说我这汽车销售不就得了吗？绕来绕去的。1手车、2手车呀，4S 店的还是2手车的啊？那不就没什么吗？这不丢人呐，挺好的呀。但是他妈不这样认为啊。我妈就说他条件也不好，你
图了他什么呀？就因为他帮了你一下，你就那……咱别再重复这话，多伤人呐！就总而言之，你妈妈没有看上他们条件，那你们俩怎么领的证，怎么结的婚呢？当时是因为我妈妈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个比他条件好的一个男生啊，我妈妈让我去见那个男生，我不见，我妈妈就从白天补了到晚上。当时我跟他说，你妈既然不同意我们俩，咱们俩这样得拖多长时间？要不咱们俩暂时把这个结婚证先领了，等到时候你妈知道，反正结婚证也领了。你太坏了啊！还有暂时领的，就偷偷领证是吧？对，隐瞒着父母，所以我感觉我也特别不孝顺那种。现在婚姻不至于，应该把权利交给你30多岁的人了。后来呢？后来，他就隐瞒着我，他就把工作又辞了。我没有隐瞒他，当时我跟他商量过。那我是不同意的情况下，我怎么跟你说的？我哭口可先跟你说了多长时间，你知道吗？那我不是跟你商量过吗？是你死活不同意吗？你死活不同意。我感觉这两个人既然把这结婚证已经领了。然后那你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那你说结婚证领完之后，咱们俩还没在一起，还两地分居着。两地分居有问题吗？两地分居的多了，就你两地分居就行吗？我得问清楚啊，辞职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都感觉这个两地分居不是个事儿。我们是唐山人啊，他在唐山，我是在北京，所以您把北京的工作辞了，对，回唐山，对，这好事儿啊。但是我不同意，因为唐山的工资没有北京的工资高。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年轻人不在外边打拼，为什么要偏得回家呀？因为你在呀。我就在想，这样的男生没有上进心。就因为辞了职，要结束异地，回到唐山之后，开始起冲突和矛盾了，是吗？那时候矛盾很小，后来我就说我在咱们家这边也可以找一个很适合我的工作，但是我就心里想的挺好，一直没找到。后来和朋友就一起投资做了点买卖，这是我瞒着他的，他不知道，这不应该，他不知道我他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他什么事情都欺瞒着我，感觉投资做买卖的时候，因为钱不够，我和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刚开始也是挣钱了，后来交易不是挺好，就一直赔，赔了挺长时间，钱也赔的差不多少，然后。欠亲戚朋友也挺长时间，然后亲戚朋友跟我张嘴说看看方便，哎，能不能给点儿？后来我真是钱不够，我就跟他说，我说媳妇儿，对了，你有问题你就想到我了。他说他那儿也没有多少钱，我们俩吵了一架，后来吵，我说不管怎么着，这个事儿咱们俩是两口子得一起去解决呀。哎，既然是夫妻两口子有事儿要解决，为什么做买卖的时候不跟妻子商量？对，这回你有困难，他来找我来了。我当时怎么想的？当时我想跟他商量吧，他肯定不同意，不同意就不做呀。但是我还挺想去做这个事儿，他就一直喜欢，就是想让我踏踏实实上个班。但是我对他对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踏踏实实上班有什么毛病呢？踏踏实实上班挣个死工资，我嫌这个死工资挣的太少，我想自己去闯一闯，挣点没数的钱，就这意思。赔了？对。现在欠多少钱啊？10几万块钱吧。踏踏实实面对生活行吗？挣没数的钱。然后这个还不说，还有就是你瞒着我了，你做了，你赔钱了，你也不跟我说，最后了你用急了，你找我来了。然后你想想，我带着孩子呢，你知道吗？有你这样对我的吗？好，这个等于说在婚后出现的问题是吧？对。那我再先问一句啊，就是还对孩子那么好吗？他现在对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也变了。他现在因为这个外债，然后现在也是没有钱还嘛。对孩子这一块儿，他进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理孩子，也不管孩子，也不弄孩子，这家务也不做，任何事情都不帮我做。那现在买卖倒了做什么呢？现在我听他的，找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有工作了。对。现在我俩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还这个外债呢，我俩就是留下一小小的部分的生活费用，其他都还账了。说完了，现在手上连一点自己的零花钱都没有了。那你出去兼职啊，兄弟？我一直在去找兼职。还用找吗？网约车、快递小哥，这都可以啊。然后到家他什么都不做。我说你上一天班你累，我也上了一天班，我比你还累呢。我还得照顾孩子，我还得收拾家务，我还得洗衣服，不分担家务是吧？对，这是第一。第二呢？让他照看孩子的情况下吧，人家是怎么着？把手机给孩子看。
我说那东西对孩子多刺眼睛啊！我说你带他玩玩不行吗？他说我没心情。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我说这孩子就是不是你亲生的是吗？这孩子他本来他都是爱看手机，爱看动画片，你给他看一会儿咋了啊？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好吗？你一看就是1个多小时。那我感觉这孩子4、5岁了，看个把钟头的动画片，他能咋了？他不是那个问题，然后现在他是玩的时候，你多陪他玩点有智商的东西好吗？那我陪他玩，他不好好玩吗？挠腾吗？你就嫌他闹腾了，就不是你亲生的是吗？你看一拉他都是亲生不亲生这一套，总跟我挂嘴边儿。我猜啊，你儿子应该特别黏你吧？是这样。天天挂着吧？不会。反正就是说我在旁边干活，他会自己去玩积木，玩自己的那些小玩具。那你有没有观察过，如果他要跟你儿子一起玩剧目的时候，你儿子是一个什么态度？他没玩过呀，前提是。是你没看到，还是他没玩过？他没玩过。玩过，我相信是玩过的，一定是被拒了。你别老拿那话说的特伤人。我们家儿子，我陪他玩这个就不行，走开。我说我去哪儿啊？旁边看着，那就旁边看着呗，怎么办？很伤心呐，啊！你要这么说，我也怀疑那是不是亲生的了，这多伤人呐！就是说，你觉得他带儿子不上心，对吧？对。家务不做，对不对？还有别的吗？还有，我在这烧着饭呢，我说你去帮忙把孩子的衣服洗一下。我说我现在来不及了，等着去上班，晚上回家我晒。晚上我下了班以后，人家老先生说啥呀？说。你晚上下班你再洗吧，什么事情都往后拖，好像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我没有说晚上下班说让你洗，我说我晚点洗，晚一点洗他也没事吧，他也不是等着穿呢。他说让我洗衣裳去，我都必须立马跟事，我马上去。我说对呀，你知道时间有多紧吗？天天你知道追时间吗？行，就是生活琐事让你觉得爱情不在了呗。对，来，我问问男生啊，我觉得在你心里应该觉得他们家人不太看得上你，现在可能他也不太看上你了吧？他们家不是不太看上我，是太看不上我。啊，这个我想委婉一点，你要自己这么犀利，那我就就着您话来了，压根儿人家就没看上你，对吧？对，只是因为你的爱人当时因为爱情一心一意的就嫁给了你，对吧？只是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相处的挺好，脾气挺对脾气，然后。2个人也。现在你觉得他能看得上你吗？现在我感觉他很矛盾，一方面感觉想跟我在一起，然后现在外债特别多，感觉自己挺有压力。然后呢，他父母呢压根儿看不上我，那是压力更大。确实我也承认，我对孩子跟做家务这一块儿确实是不如以前，应该占多一半，不想跟我在一起。哎，你现在看他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还是说其实也有顺眼的事儿？他有顺眼的事儿，就是在我看我特别发愁的时候，看我特别为钱着急的时候，他就多少会安慰一句说没关系，咱俩一起去承担。然后按理来说应该跟他一起去承担这一部分，可是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现在的工作1个月能挣多少钱？我俩加起来吧，7000。你多少？我2000，他4000多点儿。 2个人确实还是有点紧啊。再紧这个日子他不也得过吗？咱们俩工资加一块7000块钱，咱们一家子的挑费，出去一半，剩下一半还账，这一年还3万多，那不有几年也都还清了吗？你觉得？你知道我多心急吗？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能理解你。哎，你们有房子吗？没有房，现在我们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 因为我妈妈一直成天骂我嘛，把我骂出来的，我就在家里边，我也是特别感觉特别难受，我不想再让给家里添任何负担，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那我就。你家几个孩子呀？我家2个，我还有个弟弟。哦，娘家也帮不太上忙，即使帮上了，可能也不愿意帮，那就只能您辛苦啦，再干一份工呗。我也一直在努力去找，像代驾这种工作，我已经是报命了。 哦，然后你还抽烟喝酒，是因为这个做买卖赔了不少钱。你心烦谁不心烦了？你心情不好谁心情好？你告诉我，但是我也跟你承认了，我说了，我说既然你不想让我抽烟，不想让我喝酒是吧？就你心烦是吗？这件事情就是你一个人做的，你应该一个人去承担，你知道吗？啊，您别一口一个都是他，他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们俩现在不是夫妻吗？你还想过吗？我想，我特别想，想好好过吗？想好好过吗？想。OK， 好。 还喜欢他吗？我希望他把身上的坏毛病改一改吧。他有些什么坏毛病呢？我都是这样说吧，我说一你不能说二，我说东你不能说西，你一切都听我的。
明白了。你不能再隐瞒我，再欺骗我，就是欺骗我一回你还不过瘾是吗？还想再来第2次是吗？接下来让老师们帮这对夫妻看一看应该怎么做，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是典型的始于颜值，忠于金钱。您看上对方的是颜值，但是败给的却是经济上的压力。我们坦白的讲，经济上的压力我们谁都遇见过，没数的钱我们大家都想挣，但我们自己对自己得有数啊。你可以做有数的人挣没数的钱，你不能说做没数的人挣有数的钱，你这个就麻烦了。第二呢，就是钱不够，情来凑啊。我钱不够了，很大压力，那我得加倍的对孩子、对家庭、情感上、陪伴上、希望上，让他们看到，就你2头得凑1头。我希望说你回家把那一头凑上，因为债这件事短期之内呢有些难，但你要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得必须一直对孩子好下去。因为坦率的讲，我们都是破损的家庭，孩子的爱不能残缺。当时你选择了他，你就要给孩子这份父爱，同时给你亲生的孩子，虽然不在你身边，你也要给他一定的关系，好吧？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周老师。来，山道老师。每个人呢，他到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呢，人生当中面对的压力和柴米油盐，其实大家都是不同方面的压力。可能你们目前看到的是生活当中经济的压力，但是可能别人有情感的压力，有工作的压力等等等，就大家的压力是不同程度的和不同来源的。所以我觉得在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不如笑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心态很重要，因为它能决定你是否能够去扛住这个压力和是否能够解决这个压力。男生啊是真的喜欢你，因为你一转过来，我一看到你的脸，我觉得哎好看，但你未必真的喜欢他。而且我现在越来越确定，你不是因为喜欢他和他在一起的，你就是因为实用价值。因为你觉得在你这个面对母亲的压力和面对这边孩子住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把你挤到人生的犄角旮旯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个人依靠挺好的，不管这个人是我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总之他当时在我当下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了，他的条件，所有的条件，就包括外形，包括经济条件，包括等等一切一切的，对您来说，其实您压根儿没看上。你看上的就是因为他出现在孩子生病的时候，住院期间为你跑上跑下，你只看上了这一点，但没想到结了婚之后没有跑上跑下了，所以你满肚子牢骚和抱怨。而且再加上那个时候他在北京工作，你多多少少在唐山的时候可以说，哎呀，你看他人家是在北京工作的，对吧？你有面儿。一般心爱的人为了自己能够回到身边，抛下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你身边，这是一件多么感天动地的事情啊！你不为之感动，反而责备他，这不正常，只能说明你压根儿不喜欢他，没看上他。你看上的一切都只是你需要的，可是你需要的那些东西，在结婚之后消失了，你就会觉得他哪儿都不对了。再加上现在一身外债，你还得替他还债，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而且你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你说话太伤人了，完全不会顾及对方的任何感受。但是这个来源是什么？来源是因为你不够喜欢他，一口一句就因为你不是亲爹，亲爹又如何呀？亲爹孩子住院的时候还不来呢，你觉得他跟亲爹比哪个好啊？亲爹也是一样的，把手机扔给孩子，你看去吧。凭什么说人家就是不是亲爹呢？他给自己孩子多少钱生活费？他现在为了我们的小孩儿，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们。所以呀，对于那边的那个孩子来说，他是亲爹啊，怎么对孩子的？你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你应该能够体会到那边那个孩子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既然你们是重组家庭，他都没把自己当外人来看，你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上，那是夫妻两口子说的话吗？本来重组家庭就怕心隔心，你这一句话就把他推之千里之外了。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好好想一想，你现在跟他过不下去了，到底是因为什么？你是觉得你当初可能被他感动的那些点他都没有了，再加上他现在外债，你可能看他这个人就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也别伤害他，好聚好散。
要不然对他特别不公平。我想跟您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认清现状，您能不能用自己的余力去弥补他可能对你的不够喜欢？谢谢。谢谢莎娜老师。女士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是的。你看我长得也不赖，对吧？我又有责任心，自己带着儿子，我又孝顺，之前跟父母也生活在一起，被他们逼着去相亲，我的日子怎么就越过越差劲？你心里始终想的是，我为什么？我够善良，我够有勇气，我够有责任，怎么日子过成这样？那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女人，只因为一个词：靠谱。能够在孩子发高烧住院的时候，这个男人不出现，就说明找了一个不靠谱的人。这段婚姻能在很难创业成功的时候不告诉你负债去做所谓的小生意，他靠谱吗？为什么你找的男人都不靠谱啊？因为你在情感上不靠谱，你对于自己内心需要的和你能付出的和你希望得到的，你始终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你其实最初看中他的根本不是什么爱不爱，就是觉得他能够对你的孩子好，他稳定。但后来做的事情呢，你们全家人不支持你们的婚姻，看不上他，你肯定不断地把这种信息也传递给他，因为你心里也根本没看上他。所以他变得这么稳重稳定，一个就特别想安居乐业的小男人，变得我辞了职啊，我去闯天下，我去敢借钱。换成以前他敢吗？他不敢。他为了你变得不靠谱了呀。你有想过吗？我们总遇到不靠谱的男人，不是因为对方不靠谱，自己肯定有不靠谱的地方。在我看来他挺靠谱的呀，踏踏实实稳稳重重，愿意为了婚姻为了爱情放弃在异地的工作，回家乡，在你身边踏踏实实的打拼，没毛病。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你没有原因吗？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靠谱的人，才能遇到靠谱的人，才能做靠谱的事儿，才能收获自己觉得幸福的生活。你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离婚，你们也没有共同的孩子，也没有共同更多的责任，过不下去不过，你忠于内心找一个经济条件好的，自己有感觉的，你去嫁他，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还有就是接受你最初对他接纳的初衷，他踏实，他愿意照顾你们娘俩，不再去对他有其他的抱怨和要求。生活的重担我们一起来扛，经济的压力我陪你承担，再也不去抱怨，再也不去指责。男士，我想劝你啊，你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高要求的女人的生活，你找了一个不适合不匹配的女人结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拖得住这样一个美人。你们在一起只能是越搅越复杂，越弄越不愉快。我甚至担心再这样日子过下去，这男人可能就不爱回家了。一想到回家我要面对咄咄逼人的妻子，我就说我去找工作了，我去外面接活了，我去谈客户了。实际上不知道躲到哪个什么小网吧上网，去哪个小哥们儿家抽抽烟。你不信试着，你再这样逼他，后边就是这样的结果。最后2人一身伤，他越来越颓废，你越来越焦虑。所以我劝你们3思，好好冷静地想一想。我真的觉得有些婚姻如果带给我们的是彼此的伤害和长此以往的互相让对方沉沦，不如结束。谢谢。谢谢严老师啊。曲总，你是准备报名了网约车对吧？对。那你基本上一天还有交加的时候吗？你们就没有沟通的时间机会了，会越来越少。对，其实你最好的一个状态，你就在北京，你就在北京，然后你别回来，你们就异地恋，这是他希望的最好的状态。而你如果再去做一份兼职，你就会真的形成了同地的异地，生生的和他没有任何交流。本身说句实话，我觉得你们俩从外在、从谈吐、从感觉就不应该是一家人，是因为你的努力，恰恰在他最需要一个男人的时候，你怂恿他去偷偷的把这儿领了，但后面你就不听话了。他是希望你一直听他的话的，其实大部分你也听。做兼职也应该是他主要去推动的吧，这件事儿。对。但你想一想，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去承担他对你的要求，你们之间还有什么感情可谈吗？没有。他认为你对他的孩子的好也不会有的，因为孩子不接纳你，没有相处嘛。你就是一个外面挣钱的人。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给你听的。你为什么这么靓丽呢？你的经济收入开始让我误以为你是比他高的，你学历比他高，你身高比他高，你处处比他高一头。但是恰恰你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他高，为什么你不能多去工作，多去找好的机会，然后来共同承担你们的负担呢？为什么都是他一个人呢？有这种可能性吗？对，我也在做，努力去做，你需要更加的努力。你不要期望他更加的努力。他如果再到一个极致，他的身体可能不好，因为他身体状态不是很好。我不勉强他。我不勉强他。你不勉强他，你刚才说的反复说我要说一不二，这是你希望的。你勉强了吗？你说不勉强，你要合不来可以走，对吗？所以如果你真想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形成一个家庭来说的话，你不要把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他身上。还有你呢，你不应该只是在家为孩子、为你、为自己的打扮，而是让他去忙，因为他的能力已经到达极限了。如果他再有一份兼职的话，你们的感情怎么聊呢？日子怎么过呢？所以说，你能不能共同再承担多一些？你更加努力去分担家里的这个压力，好吗？所以说你的标准低了，你看到他的 A 面，但是他的 B 面你接受不了，这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如果真的喜欢一个踏实的、稳定的这种家庭环境，他是一个人选，但你不能把他推出去，让他只为家里去还这些外债，承担所有的压力，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其实你会发现，人在极端情况下最需要的是精神，而恰恰不是其他的东西。特别有钱的时候要的就是精神，特别穷的时候难翻身的时候要的也是精神。靠什么支撑一个普通的家庭完成10几万的债务，还完之后我们再重新过上更幸福的日子？就是一个信念，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为了家更好，我们彼此去付出。这个时代一个家庭欠10几万的债，四肢健全那算个什么事儿呢？分合是你们自己的事儿，要过怎么让对方感受到爱，彼此真的去相爱，这是一个核心。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我想跟你说，咱们俩都是离过婚的人，现在又结婚也不容易。我要对你说的是，能不能多少容忍我一点？你不能容忍的跟我说，我会慢慢去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希望。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咱们两个在一起2年，也不是说一点感情都没有。现在有可能我在生活上还有在孩子上都给你特别大的压力，但是我会去努力，把这个压力让你减到最少。谢谢两位啊，请回。他就是喜欢嘴。哎，请官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得嘞，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啊，请见证。老婆，谢谢你能原谅我，也能体谅我。今后我会越来越努力，去照顾你和孩子。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会多原谅你一些，多理解你一些，多包容你一点。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请回，从那边走。哎。哎，祝他们幸福吧。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还有1周生孩子，而且呢，我还带着2岁的孩子，我老公负债30多万，他现在精神萎靡，工作也不用心，生孩子的钱都是父母借的。最不能接受的是，朋友告诉我他还出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能解决呢？你现在一个人待产，一个人带孩子，这样的婚姻生活，你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吗？让这个男人离你越远越好。谢谢4位老师做的精彩的分享，同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